发生了这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只有一个解释，这应该是得了心因性失忆症。哈？每天晚上的10:06，我的公寓似乎都会出现时空融合的现象，然后差不多到10:52就又会恢复正常。有找到那个 Facebook？ 就跟你说有这个人吧。4个月的今天，他去过法服。我那天是不是有去带朱律师的本？旁边这个人是你吧？是吧？小姐，法律有管那么细吗？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2条的规定，小姐，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2条的规定，关于水管漏水的纠纷，应该交由名义的房东出面处理，费用呢是由上下两楼的屋主共同负担。法律有管那么细啊？当然，快被这个笨蛋烦死了。我确定我有因为他家漏水的事给他法律咨询。到处有骗子，无法不会有例外，真是够了。柯震宇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见鬼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他只见过一次，但是我刚才突然发现，我的记忆有2个不同的版本。那个后来的版本好像是不久前才更新一样。哇！我在10月11号的11点到12点之间的同一件事情，2种完全不同的记忆。到底在说什么了？柯震宇，你这变态在这里干嘛？小姐，我们认识吗？哼，难怪会有人说律师如果转行当演员，所有的明星都会没饭吃，说红都不脸红吧。不要以为你今天刮了胡子，后面这撮白毛两天我就不认得你。漏鸟侠，伪造一份未来租约，还说我什么心因性失忆症，现在给我装作一副没事的样子哦！我今天真的是长智慧了我。小姐，我非常确定我不认识你，麻烦请你离开，后面还有很多民众需要协助的。一个好像认识我，但绝对有心因性失忆症的精神病女生，正指着我鼻子骂。柯震宇，我看在你够恶心的份上，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到底怎么溜进我家的？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精神科医师，而不是来找律师。啊哈！抓到了哈！前2天讲过类似的话，你该不会等一下要找台大精神科主任挂号，而且报你名字还可以插队吧？是你骂人的词可不可以更新一下你？是，喂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哎，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你到底在干嘛啦？他真的是4个月前的人，只是他跟我说的话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当时他说话我都听不懂，我现在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！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传讯息给你，在这4个月前，我说有一个心因性失忆症的精神病患来烦我。你每天要传那么多垃圾话给我，哪会记得啊？我看一下。一个好像认识我，但绝对有心因性失忆症神经。有哎。失忆症。我刚才是不是跟你形容我遇到陈家乐也有一模一样的情况？但是那是我在前晚才骂他的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你4个月前的对话记录里？
你现在是不是开始也相信他是4个月前的人？文哥，陈家乐，你是脑子有洞吗？啊！地检署检察官叫王炳生，不叫王炳坤。对不起。连这点常识。喂，喂，又没讯号。家乐，你为什么找架？手上还在保护中不认识我，你现在找架干嘛？啊，对，你还偷我的内衣！你这个人！不是你先听我说，陈小姐，那是手自己乱丢的。而且你仔细看，为什么这个公寓里面会有我的东西，也会有你的东西呢？为什么我们的东西会混在一起？在一起了。这里有一本史蒂芬·霍金的书，里面提到了时间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是线性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公寓发生时空融合了。真的耶，时间会因为重力。我听你的乱说！上一次跟狗装心理学家说我是一个精神，现在你们说你干得小叮当，我偷我的，你在想啊你？谁啊？水开了，我刚刚在煮的水开了。你还来我家煮水？你这小偷！你从哪变出这些东西的？我跟你说过，因为我们时空融合，有我的东西很正常嘛。来这，这是我今天刚买的咖啡豆，再给我，再给我一杯。你是啊，你冷静一点，刚到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接受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解释给你听。你看，这是你身处的2017，这是我现在的2018。每天只要到晚上10点06分的时候，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是真的假的？哎，早上没有啊。一夜白发没听过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话？总之到10点06分的时候就会融合，10点52分的时候就会结束。所以我早上看到的是4个月前的你。而且我还知道你会来找我，是因为你楼下邻居欧巴桑要告你。你有读心术啊？我要是有读心术的话，上一次就不会被你踹晕了。4个月前，我曾经在法服见过你，对话和你上午经历的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知道你本来要问的问题。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在骗我？这很正常。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时间会因为重力改变的时候，大家以为他在鬼扯。干嘛？放在报纸。你看，这是我今天早上的新闻，也就是你未来2018的报纸。黄炳山检察官收贿，一审宣判，他不是今天才被起诉吗？我刚还因为念错稿被臭骂一顿哎。行，我说的没有错吧？感谢老天爷，好险你是记者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太累了。
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出去走走，眼见为凭。啊？这是去年11月才开的，你那个时候应该还没开吧？可是我昨天有拍到一张照片，2017 10月。不是啊，他怎么会开那么快啊？欢迎光临。这一切都是幻觉，这些都不是真的。不是幻觉，是真的。连咖啡也是很烫的。喂，接那女的了吗？处理中，有什么言再说。对。为什么你有讯号我没有？这里是未来，有可能你的手机非常久。是吗？那为什么我会搬家啊？该不会是我试用前还没到就被拍掉吧？啊！还是你嫁人了？长官，那不可能！时空融合都有可能发生，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？所以，以后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。好，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放掉那个画面。王老处长，最难看的都已经过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相处，勉强当个室友。马上的张手。哎，你那什么脸？租到这种房子我也不愿意，更何况我还得冒着生命危险跟你解释这一切。什么生命危险？摸摸看，这里摸到啊，被你一脚所刺，都几天了还肿的。对不起，我当天以为你是变态是吧？没关系，反正现在你也知道我是受害者了吧？不，到底为什么会发生什么时空融合这件事啊？而且我们还相隔4个月。我也不知道，命运就是这样子安排的，我们只能接受。唉，不过还真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遇到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已经够衰了，然后碰到我更衰的意思是不是？正好相反，是我最近有点低潮，然后遇到了你，还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。我为了想要搞清楚，然后激发了我的斗志。哦，所以你被我揍反而激发你的斗志。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贱？真蠢。哎，干嘛？小姐，现在是2018年的2月冬天，你穿这样太少了。不需要，我身体强壮得很，走这一段我还撑得住。你干嘛？你挺得住，我可挺不住啊。以后呢，我们就算是半个室友。要是你把感冒传染给我，那整个就麻烦了。
什么融合的时候，就找一个讲话不要那么气场。shit，我有伞。你好像很喜欢皮卡丘啊。会吗？会不会一把伞啊？也是啊，就我还以为你们女孩子都喜欢这种可爱的东西。靠近一点，会淋湿啊。谢谢。我是怕我的外套湿了。喂，哇，哎，我过去的室友，我们可能要走快一点了，因为现在是10点50分，也就是说在2分钟之后我可能会突然消失，我怕你会吓到。你以为你在演惊悚片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我只知道在2分钟之内我们没有赶回家，我就淋成落汤鸡。喂，干嘛？什么时候都想起的太仓促，我不想先让步。那些简讯突然看得很清楚，最后不是彼此的归宿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你的痛，我知道，但是心人哇，这什么鬼天气啊！怎么抓牢？哇，他伤害鞋子都湿了。你试着想忘掉，努力假装我看不到。但不在一起。怎会找到勇气祝福你？花开，成家了。真的不是在做梦吧？不会，我以后每天晚上都得跟这男的同居。皮卡丘。你好像很喜欢皮卡丘啊。会吗？会不会一把伞啊？也是啊。他一定是看到我的内裤，这男的心机也太重了吧！老天爷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？你要这样惩罚我？喂，陈浩哥。嘉乐，明天要值班吗？如果有空的话，要不要回道馆一趟？怎么了？有发生什么事吗？能有什么事？一杰跟玉人甄选上亚运国手了，大家要帮他们庆祝，要不要一起？真的？我们道馆又要出风头嘞！好了，那就明天见喽。
啤酒开场过，婚宴要挂挂。没错，喝完这杯以后，之后都不可以再有芥蒂了。陈浩哥，庆祝会可以开始了吧？肚子好饿。哎，一姐，你干嘛？不可以再喝了，刚才是特例。哦，为什么啦，教练？好啦，为了金牌啊，我可以忍耐啊。哎，不过今天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必须要好好喝几杯的特例。爱喝就爱喝，找什么借口？不是借口啦。来，是我们家的教练哦。有女朋友了。对啊，你就还有新娘哎。陈浩哥，你那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跟我讲？哎呦，你又没有恋爱经验，跟你讲可以干嘛啦？周一姐，你欠揍哎你！教练，你看他了哦，成交了，你走开。柯志远先生，你说在去年的12月19号，在死者江成浩家的附近山边草丛中，找到疑似凶器的奖杯，这个线索是谁告诉你？一个绰号叫黑狗的帮派分子，我大海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了。所以你是想告诉我，你是因为相信黑狗的线报，而不小心在法庭上提出假证物，而这位线人以前根本不存在。他不是不存在，他是不见了。但结果根本没有人能证明。我的助理大军可以证明。大军是你的大学同学，又跟你有雇佣关系。如果你们早就串供，他的证词有参考价值。不行，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哇，搞这种侦查，整人模人样的坐在上面，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要搞垮我？要就直接来，别警方通知那么慢。我只是想找出真相。真相就是我被人耍了，有人找黑道小混混来陷害我。你知道所有的被告都会说自己是被冤枉陷害的吗？郭思明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觉得我会冒这种险，弄这种假证据，然后搞到自己现在身败名裂吗？先不要提。柯志远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很久，所以我知道你会自以为聪明，想在这场官司里兵行险招，所以打个擦边球我一点也不意外。但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在法律上是没有灰色地带，你只要走错一步，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。灰色地带，不会是因为大学那件事吧？我对你过去的看法，从来不会影响我在法律上专业的判断。你如果是无辜的，就请你拿出证据来说服我。你真的不用送我了啦，我可以自己坐车去车站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要顺便去台北找我的未来大嫂。大嫂，8字都还没撇，而且这个时间他早就休息了。现在回去不过也才6、7点而已哎。他有门禁。有门禁？嗯。现在还有女生有门禁？是啊。他真的很好，不但有家教，又有气质，而且人非常的善良，又温柔又体贴。干嘛？吃醋、嫉妒。你说我的时候才不可能这副软男样。有吗？人家如果真的那么好，就赶快把人家娶回来啊！
其实我已经买好戒指了。真的假的？当时他们家的长辈就是刻意安排相亲让我们认识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交往就是以结婚为前提。那还在等什么？我就觉得时间还不够成熟，怕吓到对方。哎呀，好吧，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的确定，就是对方有那么喜欢我。求婚又不是比柔道，没把握就改采手势，败中求胜。哎呀，我保证，他一定在等你先表态，是吗？不然你让人家女生跟你求婚吗？你就勇敢的把戒指拿出来，然后套在他的手上，然后很 man 的宣示你的主权。现在你真的是霸道这一套了。才上去台北没有多久，除了刘海乱剪以外，还学会了油嘴滑舌啊，学坏了嘛？谁教你的？要不要我也教育人？哎，你也被你那批徒弟带坏是不是？看你赶快结婚好了啦，让我未来大嫂好好管管你。好啦，有机会再介绍你们认识。赶快约啊！哎，照片，你有没有照片？先给我看照片。来。哇塞！哎，你到底凭什么啊？说凭什么？凭我啊！她很漂亮哎。我也很帅，好不好？屁嘞！陈家乐居然认识江成浩，我上次怎么没有看到这张照片？今天终于见到陈浩哥的未婚妻了，季柔真的好可爱哟。啊，陈家乐本来就是柔道高手，会认识江教练很合理了。这会不会也太巧了吧？看起来他真的认识江成浩。这日起推算陈家乐再过2天就会和季柔第一次见面。她是江成浩的师妹，你认识吴季柔？你不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巧合吗？你想想，如果陈家乐存在的世界是4个月前，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江成浩还活着。如果我借由他改变命运，或许命案根本就不会发生，我们也不会吃上伪造证据的官司了。阿正啊，不是我在唱衰你了，就算这一切是真的好了，她不过就是江成浩的师妹，能有什么影响？4个月前季柔还没嫁呢。等等，你该不会是想要叫陈家乐去阻止吴季柔结婚吧？哦，天哪，柯震宇你是不是疯啦？她是江成浩的师妹哎，你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个陌生人，他怎么可能？我头脑里面都有2个记忆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？这是我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。具体要怎么做，我还不是很清楚。原来陈家乐除了喜欢皮卡丘，还喜欢看恐怖电影跟吃烤布雷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想把他，然后拐他来帮你，这样他也缺德了科大律师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只希望他对我有一点点的好感，然后等到他信任我，再心甘情愿的帮我做事。一点点的好感，跟把手比。等你考上律师执照，你就会明白，一些小手段在通往成功的道路是1之2。有错痛处。是烤布雷，我已经吃1个多月的烤布雷了。大脑需要糖分，虽然你从来不用大脑，不过还是要多吃甜食哦。吃。想不到陈浩哥有被恋爱冲昏头的一天，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女的，会不会是诈骗集团？不要看陈浩哥美美的，其实他很纯情的。
你还不去看看吧？照你这样说，你跟你那前男友认识不到1个月就同居，所以你也是诈骗集团。所以不到1个礼拜就分啦。而且我那个不是韩剧，那是悲剧。一早起来化妆，晚上等到他睡了才卸妆，每天都要洗，为了不让他知道我生活习惯很差。你知道我有多辛苦？那如果不是男朋友，是男室友，你生活习惯糟，那有没有办法？生活习惯再差也不会有我差。如果是那男的比较威猛，女生比较 freestyle， 那随性。完了，我有点钱，这样你想的没人。公司在扣，我先回电视台啊。怎么这样啊？该不会是因为时空与日融合的关系吧？不觉得怎么了？回家了。在想什么啊？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门口啊？唉。什么时候都生气得太仓促，我不想先让步。那则简讯突然看得很清楚，最后不是彼此的归宿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你的痛我知道，但是信任你坚守，爱怎么抓牢？他伤害的不少，你试着想忘掉，努力假装我看不到。当我们不在一起，快乐伤心不再和你有关系，距离是最后最真实的东西。不打扰你，留我独自重播回忆。当我们不在一起，爱情只剩下礼貌问候而已，在你没规则的感情游戏里，我输得太彻底，某天会找到勇气，祝福你。
好了，谢谢，不客气。王哥，哎，那所以怎么样？他今天不会来上班啊？店长说他也不知道，好像是那个正妹最近在网络爆红，压力太大，可能有一点想离职吧。王哥，已经5点半嘞，还是我们要先回电视台？您赶时间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没有还杵这个干嘛？进去问啊，至少把正妹的电话给我弄到手，想办法跟对方取得联系啊！连这种东西都要我来教啊！啊，去。哦。我就收不完啊！看来只能使出大绝。都看到这些了吧？他一定觉得我这女巨人好可。一定觉得我。现在都被他看到，我就完蛋。他不会看到这个了吧？可能拉开见面会的时间。我的儿子。他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被人有惯例的追星族，连英杰他们都不知道这次居然被他看光光了，被他看光光了！不行，道家的精神就是要奋战到最后一刻。时间到了，有意思了。不会吧？灯坏掉了是不是？怎么变这么干净了？你刚回来啊？哦，对啊，我刚下班。怎么了吗？没有，就你昨天没有回来，我看客厅变得不干净，还以为你搬走了。哦，我平常其实是蛮爱干净的人啊，只是这几天工作太忙。啊，我这么甜点，要不要吃吃看？来，烤布雷。烤布雷？我不喜欢吃烤布雷。啊，我还以为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吃这种甜点。我朋友最近也做烤布雷给我吃，吃得我好腻。你怎么会觉得我喜欢吃烤布雷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早知道就做布朗尼了。我有一支红酒，客户送给我的，很好喝。好酒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，也算是一种缘分了。来，我敬你。柯先生，我们的缘分算是有一点特殊啦哈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定一下生活规范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跟意外 ？OK， 我当然 OK。什么生活规范？第一，在10点06分的时候，我们尽量避免上床睡觉，还有上厕所。不要上床睡觉，这个我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不能上厕所？因为你很有可能尿在我身上。我可以坐着上。那不就变成我坐这？而且可以，不准再继续往下想了。好，对，不要往下想。我同意。
再来呢？第二，在时空融合的时间内，不要去碰到对方的东西，尤其是牵扯到个人隐私的部分。没错，像我个人呢也是非常注重个人隐私的，像这种会乱碰人家东西，还偷看，呀，再恶心死！我同意。好。第三，不用去做那些太客套的事情，像刚刚那种什么烤布雷啊、红酒的，能免则免，我们各过各的。这一点我不同意。我吗？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你要我把你当空气都不说话吗？是也不用那么极端吧？对啊，这种情况我们都不知道还要多久，总是要了解一下彼此的嘛。啊，你是律师，我是记者，这对陌生人来说算够了解了吧？你在哪一间电视台上班？一家小电视台。啊，我先自我介绍好了，我现在正邦律师事务所呢，也算是合伙人之一。哦，就是那一家专门帮有钱人打官司，而且只接大案子的事务所啊。其实我们事务所呢，也是有帮一些社会底层的人打官司啦，只是那些小案子一般人不会知道，所以你才会有刚才那种误解。所以像你这样伸张正义的大律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才会搬来我们这些老百姓住的公寓啊？你开始想了解我了 ？OK， 我接下来要说的都是实话。其实最近的我呢，是有点陷入低潮。不过人生总不可能一路都是绿灯，或许是老天爷希望我可以静下心来，不要老是闷着头往前冲吧。为什么你们这些当律师的人，说实话我反而听不懂？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一言难尽。哦，该不会是为了胜诉去推开别人隐私吧？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对我特别有敌意啊？是我今天吗？前天陪你走回家，不是聊得还蛮开心的吗？啊，我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好人。我之前还帮一个80多岁的老爷爷打赢保险诈骗的案件，他还用毛笔写感谢信给我，我一直珍藏着。我去拿给你看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心情不好，说出来可能会比揍那个怂包有效。不需要。但我现在更在意的是你的心情。不管事情再困难，别人说的再难听，你也绝对不会认输的。哎，原来你有柔道了。哎，我觉得柔道，我们就好好相处，勉强当个室友啊。你该不是想要把他再管他来帮你吧？我只希望你心甘情愿的帮我做事。每天晚上都得跟那男同居，生活习惯糟，会有影响吗？看得出是出大局。我的真的是，我之前还帮一个80多岁的老爷爷打赢保险诈骗的案件，我去拿给你看。什么东西呀、不是，你干嘛把食物塞在衣柜里呀、嘿！啊！我的脚本衬衫，为什么里面有洋芋片？啊？陈家乐，你。这个东西不是本来放在厕所的吗？哦，我不是有撞到了吗？你刚才给我装傻，而且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喜欢皮卡丘？你都看到了是不是？我哪有？是你自己放在枕头上面，我也很困扰，好不好？我是放在我自己枕头上，我叫你看吗？我叫你看吗？死变态，刚才说什么隐私权，什么恶心。你才恶心吧你！喂，陈小姐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你把衣柜塞得乱七八糟，我就算揍了我都没跟你计较，结果你现在比我还生气啊！那是因为
我就看你一副牙皮好像又很爱干净的样子啊，你这样让人感觉压力很大。所以这就是你所谓我平常都很爱干净的方式啊。生活习惯未免太优雅了吧？对，生活习惯就很差，怎么样？这里是我家，我要怎么丢我就怎么丢，怎么丢就怎么丢，怎么样？啊！暂停。OK， 好，冷静一点。好，身为一个律师呢，最擅长的就是调解纷争。我们还在同居的适应期嘛。今天你把房子都打扫得很干净，我都看到了。谢谢。哎，真的是能屈能伸的哈，大律师，鸡皮疙瘩都起来。我是真心的。我管你真不真心啊！反正刚才生活公园都答应了，我现在要去书房，你就给我待在客厅。哎。哦，还有，不准动我东西，待会我自己收。对，你就当做是被恐龙法官给糟蹋了。我忍。怎样？干嘛啦？啊，陈小姐，我现在方便进去吗？不方便，我很忙。谢谢。哎，你听不懂人话啊？我只是找个东西而已，拜托奇怪了，这个放哪去了我？你到底要找什么啊？不是啊，我记得明明。你也认识江教练啊？你干嘛要偷看我东西啊？就刚好瞄到的啊！对了，你知道他后来娶了那个耀泰集团的千金吴继荣吗？真的？所以陈浩哥求婚成功了？不止求婚成功，他们很快就去登记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交往不到半年就结婚，这样不会太快吗？是哦，你也觉得太快了对吧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人家想要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婚。张小姐，对了，我只是依照我的实务经验告诉你，像这种交往2年以下就结婚的，通常离婚率很高。所以嘞，你仔细想想，一个呢是千金小姐，另外一个是运动明星，两个人出身背景差这么多，告诉你这种案例我看太多了。你这个人想法也太黑暗了吧？人家还没结婚你就诅咒他们离婚。我只是在告诉你离婚率的一般论。我看你是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离婚，这样你的事务所才可以生意兴隆吧？谢谢你啊，不过我个人是没有在接这方面的业务啊。我是看你们好像认识，提供一些数据给你参考参考。不需要，陈浩哥是男人中的男人，只要是女生都会想要嫁给他，不用劳驾您操心。你该不会也想嫁给他吧？东西找到赶快出去，我很忙，你出去。我要拿的不是我，不是陈小姐。抱歉，突然把你约出来，没有打搅到你的工作吧？不会，现在反正就是我的午休时间啊。而且国民英雄金牌教练要结婚，这是只有我才有的独家哎。啊，女主角嘞？在厕所。是他吗？他比照片还好看呢。你好，你好，陈家乐，把你的嘴巴合起来。但是我刚看到他的反应跟你一样。午餐是意大利面啊。你好，我是嘉乐。你好，常听陈浩说起你的事，你本人跟电视上一样可爱耶。你看过我的新闻哦？是啊，很有意思，用亲身体验的方式来告诉观众一些资讯，我觉得比那些硬邦邦只是念稿的新闻还有趣嘞。
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你做的报道特别诚恳。你好好哦，不像道馆那些人只会笑我。张浩哥，我好喜欢他。你喜欢他干嘛？重点是陈浩哥爱，这就好啦。来运动啦。到齐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谢谢。季柔，你已经都了解陈浩哥的习惯了。他虽然是运动员，个性豪爽，但有些细节，像玉米浓汤没有加黑胡椒这种事，他会介意的。对，而且道馆所有人都超怕他念的。因为他只要一开念，停不下来。这么开心，我帮你们拍张照，好啊，站起来，1、2、3。这么刚好我一个停就改期，可以，我有空。太棒了，那你就可以陪我去登记。登记什么？我要结婚了。是真的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们会先登记，然后再慢慢筹划婚礼。对方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柔道教练。嗯哼，爸很喜欢他，帮他未来都规划好了，所以希望我们尽快定下来。那你呢？你也喜欢他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要结婚的人应该会更嗨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迎合长辈，把自己的婚姻当工具，幸福当赌注。我不是那种人。小姐，再来一杯。就算这样子，你不觉得太快了吧？你们认识不是才没多久？有些事快一点反而好啊。对了，你应该知道他吧？看，还算帅吧，所以一直受女学生欢迎。所以再快一点是吗？你想太多了，我完全相信他。没关系，结婚后一切就都是新的开始。我先回去了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提醒你登记的时间。拜。季柔。你知道吗？打开手机通讯录，发现有一个这么晚了还能按下通话键的号码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棒。赛，你是说
吴继柔在准备结婚之前，就给过你暗示说，他对跟江承浩结婚这件事没有那么放心吗？可惜就是我当时没有多问，我也没有多想。那他不放心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一种不安心的感觉。表面上看似100%的信任对方，但其实季柔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他看到的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一块小冰山，而水面下究竟有多少事情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也不想知道。哇塞哇塞，那见过女鬼，连讲话也变全了。你记得吧？警方在江家搜出了一张江承浩跟小帆被征信社偷拍的照片。等一下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吴继柔之前就默默知道这件事，然后结婚之后，江承浩果然对他不忠，所以一气之下杀了他。不是，这目前是对的嘛？你放屁！一定是他们因为这一件事情争执，江承浩家暴季柔，季柔因为反抗才失手杀了他。哎，我们现在是私底下讲，你干嘛这么常的？阿正，你老实说，你真的100%相信吴继柔他是无辜的吗？我看啊，你对他的信任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，把一小小的冰山当成全部人信任。兄弟，我说实话，我认识季柔的时间是认识你的2倍。我们两个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会毫不迟疑的互挺，所以这件事情我必须要也一定会相信他。是。但兄弟，我要提醒你啊，这个时间呢是可以用倍数计算的，但女人的心机肯定没办法。周大军啊，你究竟是被什么东西伤了，非得要把所有女人都当成敌人看？对，小心啊，我转性爱上你。来，这个好了，不要了，好了，不要了，谢谢，别闹了。好了，反正现在已经有办法解决了。这么快？什么办法？我只要想办法，叫陈家乐让季柔在10点钟来到我的公寓，然后我提前告诉季柔江承浩有小三的事情，说不定他们就不会结婚了，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些狗屁叨叨的事情，更不会有伪造证据的官司了。就这样，各位，这2则本周的采访重点啊，一个是食安问题啊，那个素食店那个绿薯条，阿汉要继续追踪报道，很重点就是要把负责人抓出来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反正概念都一样，24小时给我轮班，把人给我捞出来，就算在粪坑里面都把他捞出来，知不知道？我要负责人，我要负责这个画面，可不可以？回来说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画面的拍出来啊，这个收视率就好了。这第2条，大屯山那个命案啊，明天是第一次开庭，我们收集了个画面啊，听说现场会有人在闹啊，死者的同学听说闹人要打那个嫌犯，这个画面要拍的，我们跟这样拍啊，那个伤人期间不要拍，拍的越混得越好。还有什么性犯罪修法运动联盟，他们也去抗议啊，有抗议一定要拍啊，记得，而且画面不要给我拍什么叫静坐，我不要静坐的画面，我让他们乱，要闹喊。尽量提供给他们物资，比如说鸡蛋、丢鸡蛋啊、撒梨子啊。文哥，你要拍的。要的。什么事？大屯山是什么案子啊？小静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今天才第1天上班是吧？还问我这什么案子啊？还敢问我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佳音，那你想一下，你知道多少？大屯山就是上个月那个女大生裸尸案嘛，而且那个凶嫌还是她的男朋友，也就是前知名乐团铁元素的主唱铁志远。对。那个铁志远说，他们前一天晚上喝醉了，隔天起来就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死在旁边，然后被害人的父母还坚称自己的女儿不会喝酒，所以他们很生气，铁志远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女儿之后，还要再浑水自己女儿的名誉？佳怡，你不错啊，弄得好像啊你在现场一样，身临其境。那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待会啊去资料库把所有相关资料再调出来，啊研究一下。那明天小心，明天你跑到法院。你刚回我什么？什么哈在田里，你要回我好，要肯定点，好组长好，不是组长哈，好不好？
好，就这样分配了。OK， 看到他们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采访漂亮的新闻，给我回来给我看，动起来，move！高血压要记得吃，我拜托你不要再犯高血压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啊！哎，如果我是你啊，我会先让组长记住自己正确的名字。那个10点06分了。老师好，哇，你在运动啊？啊，对了，我今天租了一部电影，要不要一起看？辣妹过招，你喜欢林赛罗海吗？这还好，我就觉得这部片挺欢乐的，应该你会喜欢。不需要，为嘛？你自己慢慢跟你的辣妹过招吧。不是，哎，喂，不是你的东西，喂，不是说少再看一次吗？果然，脸书上的人生都是假的。正美酒驾连撞4车，招蹭酒精先吹再说，什么新标题啊？记者陈家乐。干嘛啦？那个，你东西掉了。干嘛拿我东西啊？而且我不是说过叫你不准再碰我东西了吗？你在笑什么啊？你是觉得我行为很好笑呢，还是觉得我写的东西很可笑？可是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心情不好，说出来可能会比揍那个傻包有效。不需要。像你这种眼里只有钱的律师，你懂什么叫理想吗？对你来说，那2个标题也不过就是几个字的不同而已。对观众而言，标题怎么下确实会影响看新闻的冲动与否。但我现在更在意的是你的心情。我吗？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情绪是会互相传染的，好吗？你想想，如果今天是一只哈士奇自己窝在角落生闷气，你会不在意它吗？哈士奇？我有那么大只吗？这说来话长。总之呢，心情的好坏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。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，我出去总可以了吧？哈士奇如果负气离家，我想我的心情只会更糟。你是想要变成小兰啊？谁是小兰？这一脚拽下去，你心情有比较好吗？并没有。既然没有比较好，就跟我去一个地方，去了之后保证你心情大好，怒气全消。啊？带我出来吃宵夜，就是让我心情变好的方式啊。出来走走透透气，总比你在家里开启自我毁灭模式好吧？柯先生，跟你出来吃碗面，并不代表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，好吗？哦，女朋友啊？我们不是男女朋友。老板娘，你误会了，那要够衰才能当他的女朋友。你们年轻人真的都住在一起了，还不是男女朋友啊？来，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住在一起？他。小妹妹，听姐说句话，男人我看多了，那种开名车、穿好的衣服又会逗女生开心的，像这样的男人都是地雷。如果你的感情想要走得长久，最重要的就是品性啊。到底是做什么缺德事啊？为什么老板娘感觉很讨厌你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前一阵子呢是我人生的低潮期，我接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案子，这个官司输了，我还被检方扣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伪造证据，
所以呢，跟着舆论的眼光，这里的老板娘也对我投以特别关爱的眼神。确定只有特别关爱的眼神吗？没错，别笑了，就跟你现在的态度一模一样。虽然我每次来，老板娘都给我臭脸，但其实我心里蛮感谢她的，因为她这样的态度，反而给了我反弹的动力。你跟我说了那么多，是想要告诉我你是打不死的蟑螂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你就跟我一样的倔强，不管事情再困难，别人说的再难听，你也绝对不会认输的。我小时候呢，养过一只哈士奇，超级不听我的话，我行我素到了极点。有一次，我带它去山上，结果它居然跟一只青竹丝打架。啊，结果嘞？当然不太好啊，蛇被它咬死了，它的脸也被咬得跟猪头一样。医生跟我说，狗没有血清可以打架，我要有心理准备。结果它还是饭照吃，觉照睡，想去哪就去哪。1个月后，它竟然不药而愈了。好了之后，它又一直不受控制，到处乱跑。所以你说我像哈士奇，是因为我跟哈士奇一样倔强？小姐，你话说重点了，我是在鼓励你，因为你的生命力就跟哈士奇一样强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过说也奇怪，那一次之后，我跟他感情就变好了。为什么？眼神吧，因为他知道我是真的在关心他。你不要以为你跟我瞎掰个什么哈士奇的故事就想要安慰我，真是的你！我哪来的时间瞎掰哈士奇故事啊？你自己看，哇，真的，这也太可怜了吧！我的脸真的肿的，你看，整个都变形了，很可怜啊，这个时候。你说你自己是人生低潮期，看起来也没那么糟啊。是啊，觉得老天爷对我，不对，对我们都还蛮不错的。在低潮的时候给彼此一个视野，小没事还可以聊聊天。也是。哎，哦，你刚是在看我吗？我哪有啊？快，就看，我们否认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找一天约季柔来我们的公寓。为什么？我有跟你说我跟季柔从小就认识嘛。真的假的？那为什么你之前都没有讲？之前我记得某个人骂人又甩门的，急得把我赶出书房，我好像没有机会多说吧。够了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我约4个月前的季柔来家里啊？就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对，有点后悔，所以想要约4个月前的他，跟他解释清楚。后悔又想跟他解释清楚，我为什么听不太懂啊？你跟他，你该不会是要跟他告白吧？哪来这种天才的想法啊？是很合理啊！你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，然后你从小就暗恋他，只是碍于你这个人骄傲又固执，所以迟迟不敢跟他告白。等到他快要结婚了，你开始后悔了，所以你才想要把他约出来，跟他表明自己的心意，这合理啊！我只能说你太有想象力了，干嘛不去当编剧啊？啊，不然嘞？总之就是
一点小误会，你把他约来公寓里面，然后我晚一点回来，假装不期而遇，接下来事情就不用担心了。你真的没有想要跟他告白哦？不然我这样帮你约他，我很对不起陈浩哥。你好像还不太了解我。我第一次告白呢，是在幼稚园大班，是我的菜，我出手非常的快，怎么可能等20年？也是，而且老板娘也说你还蛮会哄女生开心的。好吧，看在你刚刚陪我聊了那么久的天，我就把你约基友来。真的吗？嗯，太好了。谢谢。这也不用那么开心吧。哎，干嘛？原来你有柔道耳啊？因为我从小练柔道，所以耳朵就变这样，很难看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柔道耳挺可爱的。哇，原来柔道耳长这个样子啊！现在几点了？10点50分了。10点50。哦。所以我们只剩下2分钟。是啊，2分钟之后，我们又会在彼此面前。那我不陪你上去了，免得走到一半突然消失，乱可怕的。也是。那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有柔道的哈士奇。什么时候都想起的太仓促，我不想先让步。那则简讯突然看得很清楚，最后不是彼此的归宿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你的痛我知道，但是信任你坚守，爱怎么抓牢？他伤害的不少，你试着想忘掉，努力假装我看不到。当我们不在一起，快乐伤心不再只剩下路灯，有时候还是会怀疑，这一切是真的吗？不打扰你，留我独自重播回忆。当我们不在一起，爱情只剩下礼貌问候而已，在你没规则的感情游戏里，一切都是真的吗？我输得太彻底，当然是真的。某天会找到勇气，是吗？晚安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专访的是刘玉婷律师，她最近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因为在一场官司当中，她是帮死刑犯在3审时大逆转，获得了无罪释放，也引发了极大争议。这边想要来问一下刘律师哦，您说为这个被告辩护是律师的职责，但是当责任跟良知互相抵触时，您该怎么办？好，问题都好犀利啊！身为律师啊。良知是在面对出来了。哎，陈家乐，组长让我们去法院支援女大生裸尸案，快点整理一下。前知名地下乐团主唱，曾经在夜店酒后滋事，有伤害跟吸食毒品的前科，原定11月计划发片，因为负面新闻太多，被唱片公司提前解约。
引发革命强烈反弹。哎，文哥，我们今天的重点啊，除了案情以外，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小铁的辩护律师。小铁的律师，你不是对裸尸案挺了的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替铁志远辩护的是从来没有败绩的王牌刑案律师吗？我关注的是案情本身，谁会在意他的律师是谁啊？不是啊，可是小铁整个弃尸过程都被监视器给拍起来了，而且他的自白也坦诚杀人啊，他律师能怎么辩护？我是说你菜，你不要不高兴。现在全世界啊，都等着看柯震宇要怎么逆转胜，要怎么从劣势里面维持他不败的神话。柯震宇，小铁律师是柯震宇。了解啊，这么一堆资料，可以假的啊？真的是他哎！难道就是这个案子让他变成现在落魄的样子吗？柯震宇，你还数这干嘛？走了。前半铁志远已经承认自己杀害女友弃尸，请问你为什么还坚持他没有杀人，是无辜的？你说杀人者也有他应有的人生，这句话引起了不少的看法，请问你有什么看法？律师，你不担心这次的审判会打破你向来没有败诉的光荣记录吗 ？OK， 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不打没有胜算的官司，所以这一次我依然不会输。所以你掌握所有相谈证据了吗？前一阵子呢，是我人生的低潮期，我接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案子，这个官司输了，我还被检方扣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伪造证据。不好意思，柯律师还要开庭哦，谢谢。柯律师，柯震宇，你不要太有自信。大家不要客气，今天谢谢大家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别太自信。证据，我是说，人还是不要做违背良知的事比较好。杀了人就应该要接受法律制裁。没错，相对的，无辜的人就应该还给他清白。所以我不是自信，我是相信真相。所以菜鸟小姐，与其担心别人，倒不如担心自己脚底下吧。对了，因为我要提醒你，像你这样子带着主观意识来采访，身为一个记者，你难道不觉得违背了客观中立的采访精神吗？想想了。柯律师，你在中间去。柯律师，还没开庭就得罪律师嘛，柯律师，我看你别想拿到独家了。检察官可以开始对证人提问了。洪先生，你是负责侦办罗小薇一案的警官，可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，你认为凶手是铁志远的原因吗？不是他还有谁？就那个混蛋。抗议！证人涉嫌人身攻击。证人，请注意你的用词，只要陈述事实即可。啊，总之，罗小薇她是一个善良、单纯又很有爱心的女孩子。她在学校本来就是动保社的社长，而且她还去流浪动物之家去帮忙，去当义工。像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怎么会这么倒霉去认识这个王八蛋呢？抗议！抗议成立。证人，本席提醒问。我们是根据罗小薇父母的证词来研判，这罗小薇跟铁志远本来就有认识，而且有在交往。可是小薇的父母反对，希望他们分手，所以罗小薇就去找铁志远谈判。当天晚上他就失踪了。几天之后，就有人报警说发现了一个行李箱，里面就装着罗小薇的尸体。于是你们第一时间就锁定了被告铁志远吗？当然是锁定他，他是罗小薇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，而且我们在大屯三角的一个 CCTV
发现铁志远他当天晚上开了车到那里，然后把一个行李箱拖下车去丢弃的画面。审判长，冯侦查员所描述的就是以下这段画面。各位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段监视器画面，搬运尸体就是铁志远。之后呢？之后我们就去逮人啊，然后还在他的后车厢发现了血迹，经过检验比对，跟罗小薇的 DNA 是相符的。那铁志远怎么说？他还能怎么说？铁证如山，他还能赖得掉吗？他当然就承认说，当天晚上他就是跟罗小薇因为谈分手而起争执，刚好他喝了酒，就一怒之下就把他奸杀。检察官，这样事证还不够明确吗？审判长，我没有其他问题了。各位知道为什么台面下的永远比台面上的还要精彩吗？在刚才的监视器画面之后，也就是当天的下半晚，猜猜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铁志远从大屯山回来之后，深夜遇到警察临检。根据警方的拦检报告，当时他的酒测值高达0.75。铁志远马上依公共危险罪的现行犯被收押，并且在隔天一大早移送地检署开庭侦查。目前该案尚在审理当中。抗议！被告铁志远酒驾跟他杀人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无关？这一份呢，是警察月刊在去年5月份刊登的一篇文章，当中提到了，当受检人的呼气酒测值超过0.75时，其可能会出现言语不清、肌肉不协调、平衡障碍，甚至合并全身麻痹等状况。而这一份是法医针对被害人罗小薇所做的验尸报告。总侦查员，可以麻烦你帮我念一下里面的重点吗？凶嫌以利器精准刺死死者心脏，导致死者心脏贯穿性伤口而停止跳动死亡，可以说是一刀毙命。一刀毙命。因此，综合2份文件所述，一个已经喝到烂醉如泥、平衡有障碍、肌肉不协调的人，要如何以利器精准直刺死者心脏？一刀毙命。抗议！审判长，每一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度跟代谢能力都有所不同，研究报告只能作为平均值的参考，绝非标准，也不应该成为事证。审判长，刚才检察官的画面，我的当事人走路踉跄是事实，而且当晚临检的交警也可以证实，铁志远是因为开车蛇行才被拦下受检，可见他当晚的行为能力绝对受到酒精的影响。被告也可能是在行凶之后，为了稳定精神才喝酒。那就请检察官拿出证据，证实我当事人喝酒的时间。何振宇，你不要企图拿酒精当借口，混淆视听，规避铁志远杀人的事实。事实就是铁志远有伤害前科，那警方不相信他，所以才选择丢弃尸体，而监视器只拍到他弃尸，并没有拍到他杀人。何振宇，这可是事关人命的重大刑案，不是小学生在比赛说故事好吗？审判长，本案的凶手绝对不是铁志远，而是另有其人。铁志远，你认罪了，上帝会宽恕你的。铁志远，旁听席上的民众，请克制你们的情绪。好，喝酒的事情似乎无助案情的厘清，但柯大律师别忘了，你的当事人已经在自白书上签了名。请问铁志远的自白书是这一份吗？
好。兄弟啊，麻烦你将这段文字大声的念出来给大家听。好的。不需要，坐着就好。那天状况其已经很模糊，只记得是小薇来找我，开口就说要跟我分手，我勃然大怒。应该是勃然大怒。勃然大怒，但是暂时忍了下来，跟小薇说希望她可以最后陪我喝一杯。我喝到大醉，后来酩酊大醉，后来就有点不清楚怎么回事，抗议！审判长，自白书的内容大家都已经清楚，不需要浪费时间复述。审判长，我马上会解释我的目的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小铁，既然这是你的自白书，为什么你会念不出这些字呢？就是他。这冷血又没有良心的律师，你到底收那混蛋多少钱啊？我不会帮你忘记我，因为我再也不相信你说任何一句话。不管你带人打赢官司，我都会改变结果。我认识了4个月前的陈家乐，间接促使了他和穆思敏的认识。穆思敏，